好，谢谢若曦，谢谢 W3C 邀请。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比较特殊，可能以前大家都没有或者不太接触到无障碍影视资源这个内容，所以我想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无障碍电影。首先，无障碍电影其实是为了两类人群去了解，首先第一方面是听觉障碍人群，他需要给电影增补一个字幕，比如像我们下面看左边这张图，其实吴京在端着枪的时候，这时候边上是有狼叫的，但是如果他是听障人群，他听不见这个狼叫声，这时候它的字幕会增加一个括号，表示它是背景音。第二块是面向视力障碍人群，就是我们左边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一块是它电影本身的字幕，然后右边的解说脚本就是在它电影本身字幕之间，我们能够加入一些旁白，能够让人知道，就是这个画面实际上它这有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我们来找，哎，OK，可以了，OK。然后，其实另一块无障碍的解说很大的一块是无障碍直播的解说。其实这一块，今天的我们的东道主啊，B 站，其实在这一块在聋人社区里面还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当时在2021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时候，就是它这个英雄联盟本身是一个最受关注的电竞赛事，在这一年。第一次有了一个无障碍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加了字幕以后，这个弹幕满天飞啊，就是大家非常关注，所有的这个游戏组都在看，哎，今年那个 B 站增加了无障碍字幕，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画面中也有了实时的字幕进行了解说。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看的时候，下面还有观众在问，为什么要在屏幕中间给我加个字幕，这样会影响游戏画面？下面马上就有人解答说，这是为了听障人群去使用的。然后所有的观众就表示非常理解，认为这个事情非常好，认为 B 站很有爱心。这是另外一块无障碍。那我们来看一下，声音好像有。张弛自信的系好安全带。这个是我们加工完以后的无障碍电影。您用前驱车的起步需要在离合器的临界点把握左脚的力度，这样才能有。对，这是飞驰人。教练系上安全带。你到底什么人呢你马上就知道。现场了。突然，车前盖被弹起来，掉在地上，车身散发着白烟。知道你是什么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本很普通的喜剧电影。就是如果观赏对象是个盲人，其实他根本不清楚这个画面里这些说话的声音背后，它的画面究竟是怎么样的。那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增加一个字幕，再增加一个旁白的理解，然后实现一个无障碍电影的制作。那整一个传统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大概会分为5个步骤。第一个是音频转入字幕，要把原有的没有字幕的电影提取角色对话形成字幕文件。这一块其实在看目前新的电影里面，其实字幕都是有的，但是针对一些老的电影可能就没有这一块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查找插入的区间，其实所有的旁白都是在不同的人员对话中间的一些空白区域进行插入。第三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就是制作理解旁白，就是要给一个结合上下文生成一个旁白。最后是旁白的转入，这些写完的脚本要把它重新录制完以后，再生成一路额外的音轨进行合并，最后把这一块整个无障碍电影重新进行合成。所以以前我们都是使用手动的，那我们在这几年我们和残联的合作，我们发现其实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实现。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语音识别技术能够实现字幕的自己生成，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文字识别去查找这个电影中究竟有哪些空白区间可以加，然后使用多模态理解的技术去生成一些旁白的文字，然后最后将旁白文字用自动语音合成的技术去生成一个旁白的音频，最后再对其合成形成一个无障碍电影。这个我简单的放一下，就是之前残联的一个需求，就是他们在制作无障碍电影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其实有大量的这个就是比较低质量的工作，就是要不断自己去找，加进去以后去识别它的空白区间。这边找到以后，这边在右上角有一个区间，就是它会把整一个电影中的字幕区间全部进行定位。然后开始检测它所有的旁白区间，究竟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空的，可以去增加这个旁白。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区间已经出来了，这是人物的对话，中间大概有100个字，有100个字可以加。
然后我们实时在里面加一些文字，就实现了一个，然后就把它回填回去，把原来的音轨和新的音轨合在一起。那声音效果不是很好，我把这个先过吧。好，这个其实当时我们根据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上海光影之声的这些单位提的一些需求，他们希望是能够减少操作流程，减少手工的操作，然后自动在后台合成这个旁白的那个检测，并且要支持导入一些第三方的字幕文件。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做了一些尝试。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市面上目前缺少对电影字幕识别的成熟的开源组件，只有一些通用的 OCR 的技术。那我们在 GitHub 上也找了一些开源的 OCR 组件，但是我们实际上根据这些10部电影一共8248行的字幕，我们最后发现，其实用这些现有的算法，我们整一个精确的识别率只能达到90.72%。其实90.72%其实看起来还可以，但实际上它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比如说，我来找一些具体的错误，比如说，他的衣服上的这一行文字被误识别为了字幕，然后在一些具体的字上，这个一切蒸蒸日上这个一字，可能它就没有被识别出来。还有一些显著的错误，比如说像老树的枝杈，这个杈的中间这个点也没有识别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专有名词的一些错别字的识别率也很高，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开源组件其实未必能够非常贴合的应用在这个场景下。但我们就针对这个有一个自己的优化方向，我们认为就针对误识别画面文字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通过多模态识别对话密集的片段进行均匀的抽帧。我们把《海上钢琴师》整个电影进行了个完整的均匀抽帧，然后去识别字幕在全局的一个特性，比如它具体在某一个位置，那我们所有的针对性的工作可以在这个具体的位置上去做，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错误，然后是通过预分析电影获取字幕的特征鲜艳，然后强化字幕的识别能力。那第二块方式，我们针对漏识别文字，我们重新训练了面向电影字幕识别的一个文本检测的模型。那两个合在一起呢，我们现在可以这次做了测试以后呢，就是从原来的90.72%提升到了98.10%。那这个数字看起来提升了7.几，实际上对用户来说，就甲方来说，他觉得达到98%以上的时候，它基本上可以用了。至少后期的校对员做一些轻微的识别以后，就轻微的修改以后，就可以开始用了。那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整个电影制作过程最难的还是在制作理解旁白这一块。所以我们其实后面所有的工作就围绕着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和制作旁白的这个工作来讲。然后我们就开始考虑是不是能够使用就基于多模态理解的电影旁白合成。这里面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有5个元素，第一个是这个电影主要的内容，第二个是前后帧的内容关系，第三个是场景的视觉信息，最后是场景的音频信息以及角色的动作信息。这5个方面我们来综合进行考虑，看看能不能够使用多模态理解与生成的模型来实现整个旁白的加工。那这个是跳舞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现在的成果实际上是基于多模态理解的电影旁白生成，我们通过针对现有的大模型生成的视频描述缺乏视频中生成的语义信息的问题，我们提出了融合多模态大模型 Video Chat 和大语言模型的 ChatGPT， 然后根据旁白片段的前后字幕的推断生成语义，然后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更高质量的旁白。但是我们发现，其实集成多模态大模型的 Video Chat 来生成旁白会有个问题，就是视频片段本身很短，所以 Video Chat 其实很难正确的去理解这个画面里面生成的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就我们在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就是 Video Chat 对于这张画面的输出就是一个摆满了乐器的房间，一个男人在房间里吹着小号，另一个男人戴着帽子盯着他。其实这个事情他没有描述错，其实一点也没有错，但其实它是一个有效的旁白，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光看了这个旁白，其实它并不能知道这个画面的真实情况。然后同时我们又利用 ChatGPT 根据前后字幕合成推断出一些合理的情节并行生成描述。结果就是在一家乐器店里面，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不同乐器，一位销售人员带着一丝悲伤展示了一种卡顿乐器，一个好奇的潜在买家和销售进行的目光相遇。其实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理想。那我们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要把这2个结果同时保留出来。那最后结果是我们当时邀请了6位志愿者测试，并使用了我们系统和之前系统制作同一部电影。他们发现，就这2个结果都给他做参考以后，他来自己编写脚本，这个时间可以节约大约50%的时间。以前他可能要在同一个片段不断的去来回的放，去了解这个电影究竟在讲什么。他现在可以根据一些第三方的这个模型给的一些结果，他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对这个事情上，就是这个因为是个论文，所以别人在引用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评价。当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觉得其实首先他不用再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在这个之前的这个大段的理解的过程中，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其实整个推理速度也要加快，并且这里也是特别说就要注重视觉细节的一个理解，特别是面部表情。目前看来，其实面部表情这一块其实是无障碍电影加工过程中的非常大的一块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很个性化的要求是，他们说要提供一个各种语言版本。我们当时没有理解，说是你需要用各种外国语言吗？他说不是的，他说其实更需要的是类似于像特别是喜剧电影，他们可能想要一些方言版，类似于川话版，或者是这个沪语版，或者是粤语版的一个版本。那这个系统就是在今年的 3W 子会，就是 W4A 的这个会议上也得到了录用，然后也得到了最佳通讯论文的候选提名。那其实这一块我们究竟怎么做？其实是它分为2块，就是我们在刚才这个电影里面，我们通过角色的识别模块和视觉编码模块，我们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以后，再结合环境音乐以及它前后的一些对白，最后生成了整一个具体的旁白。同样，这个画面在吹号，其实，我们用了3种开源的模型和自己的那个标准答案，其实是，你看有一个是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在刷牙，然后背景是把金属勺子，这个其实我们标红的地方是错的，其实他是在吹号。然后第2个是一个人在一个小号一个房间，其实他只是描述了画面型，正确情况其实是一个戴着帽子的马克思在吹小号。因为上面这些很典型，它是信息描述准确度的不足。那下一块其实就是缺少时序信息和音频模态以后，它产生的一些问题，就是一群年轻人在看海报，背景是照片，不对。那第2个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个人拿着手机，好像也没有。然后第三个一群妇女坐在一个房间，这个有点像了，但是好像也不太对。但其实标准答案是大家在欣赏1900年的钢琴表演，包括一个缝衣服的阿姨，就是这一位就是缝衣服的阿姨。所以我们自己的方法其实是正确的识别，是一个男子戴着帽子，穿着风衣，在一家陈列着大量号角的商店前吹着金色小号。这个描述我们认为是最符合当前画面的，也是盲人能够理解的一个画面。目前我们是希望就基于多模态的语义的互补性，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就利用多种模态输入来增强 AD 的生成的效果。那么音频同时我们设计了就是音频感知环境特征增强模块、演员跟踪感知故事链衔接的模块，以及电影片段上下文对齐的模块，就是能把一个旁白在电影中的上下文进行提取出来以后，生成一个更加符合整个电影情节的一个参考。这是海上钢琴师的一个片段，下面这个应该是当幸福来敲门的那个片段。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感觉，其实我们后面想做的3块工作，第一个是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无障碍电影的数据集的那个学习系统，就是慢慢的随着大家不断有新的电影、新的无障碍电影的那个脚本能够加入以后，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效果。第2个是个性化的提示工程。其实，我们国家其实做无障碍电影的机构非常多。其实除了官方的像中国盲文出版社也好，还有很多像上海的光影之声，包括中国传媒大学，我知道也有在做。然后各个地方图书馆也有在做口述影像。我们是希望其实有一个个性化提示功能，可能能够面对不同的受众人群，能够提供不同的个性化的这个无障碍电影提示。比如说我们在面对盲人小朋友，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有限情况下，我们可能给他提供尽可能详细的电影的描述。那有些像我们普通人可能有对日常的这个生活常识已经有一些经验了，我们可能给他提供一个相对打扰性较低的一个提醒。第3个是我们是希望构建一个无障碍电影的大模型。那基于这3个，我们认为其实目前
国家有比较好的整个环境，比如说去年生效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以及22年5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的马拉喀什条约，加上我们现在的人工技术能够赋能整一个无障碍的影视资源，这里其实我们不再希望只有电影，我们是希望电影、电视剧、赛事直播都可以实现这一类的功能。这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是马拉喀什条约。马拉喀什条约其实是联合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人权性的条约，它主要约束什么呢？就所有能够加工成面向给视力残疾人、视力障碍人群使用的资源都可以得到版权的豁免。这里不仅仅包括于书本、图片，还包括电影、电视这些类的资源。所以这一块其实很好的规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是你做成无障碍格式，那么你所有的电影、电视剧这些影视资源都可以为盲人来服务。这样的话就是每年其实我们国家每年会上线1000部电影，就电影局的，但是每年的无障碍电影可能不超过20部。所以这个差距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和残疾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们希望在能够有这个生态环境下以后，能够有更好的整个无障碍的社会环境。我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